这是领主争霸的残酷世界。蓝星穿越者觉醒兵种求生，绝境遍地，资源稀缺，7天保护期一过便是万族厮杀，世界奉行等阶压制，兵种上限天定，唯有 SSS 级天赋可吞噬进化，让弱小生灵蜕变为吞噬神灵的灾厄。穿越领主世界，万族争霸，这辈子能不能翻身做主，就看这一把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兵种、蚁族，最终成长等级0阶。开什么玩笑！别人都是巨龙、闭蒙死灵法师，最差也是个民兵。0阶，这玩意儿连野怪的牙峰都不够塞，杀怪升级，这根本就是送菜。兵种觉醒完成，绑定为1，不可更换。不可更换，这就是判了死刑。这就是我的兵种。我还不如直接跳下去重开算了。领主墨菲，请即刻前往领地，新手保护期倒计时开始。0阶兵种无法升级，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拿什么保护期？请问您的领地命名？命名？以此纪念我还没开始就结束的领主生涯吗？既然给了我一群垃圾，那就叫垃圾兵种好了，反正7天后也是死。领地命名成功，垃圾兵种。下一步，抽取领主天赋。来吧，给个 F 级天赋，让我死得痛快点。SS 级，全服唯一，无限吞噬进化，万物皆可吞噬，打破物种极限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蚂蚁虽然是0阶，但可以通过吞噬无限变强。0阶又怎样？只要能吞噬，这就是最强的潜力股。老天爷这是打一巴掌给甜枣，不过这枣够甜。这就这得来了，看来这新手保护期也没那么安逸。不管是龙是猪，先放出来溜溜才知道。哼，垃圾兵种，这名字挺好。在这个看脸的世界，谁能想到这土疙瘩是我的翻盘希望？1分钟1000只，1天就是140多万只，就算是140万只苍蝇，也能把人烦死，何况是蚂蚁？这出兵速度比流水线还夸张，果然是0阶生物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这要是拉出去打仗，不用敌人动手，自己就能走丢一半。光有数量没有纪律，这就是一盘散沙。7天保护期，饿死在领地里可就成笑话了。怎么不动了？这是打算干什么？造反吗？他们在吃我的气息吗？连我的气息都能吞噬，这就是 SSSS 级天赋的霸道。系统提示：兵种与领主精神连接重构中。系统提示：兵种忠诚度突破极限，晋升为绝对忠诚。绝对忠诚。如果忠诚度解决了，那智慧呢？能不能听懂复杂的指令？上来。听得懂简单的位移指令，但这还不够。在这个世界，光听话是活不下去的。我要的是精密的执行力。听好了，原地向左转3圈。动啊！别告诉我你是个智障。成了！看来新手测试要提前结束。既然听得懂话，那就好办。不管是狼是虎，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来当饲料吧。虚张声势，看来那是领地保护圈外的生物。面对这种级别的威压，竟然没有溃逃，不仅仅是胆量，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纪律性。全体听令，沿线列队，间距1厘米。这执行力简直就是艺术。第一梯队左翼散开，第2梯队耶罗汉，第3梯队围成一个死字。漂亮，太漂亮了！
给我一群巨龙，我未必指挥得动，但这群蚂蚁就是我的手，我的眼。王，我们要战斗，王自是敌人，王为您献上血肉。这种战役是在主动请愿吗？好，很有精神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空有战役没有属性，冲出去就是送死。我们要做的是降维打击。在这个世界，情报和资源才是前期最大的武器。散开，以领地为中心，向外辐射50米。不要战斗，只要信息和资源。只要避开正面硬刚，凭借这种微操能力，我能把整片森林掏空。世界频道炸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哈哈哈哈！老子觉醒了 A 级天赋，兵种是双足飞龙，天空霸主懂不懂？楼上的别狂，我的是地狱3头犬！救命啊！为什么我的是史莱姆？这玩意儿除了卖萌还能干嘛？震惊！那个叫林峰的家伙竟然觉醒了 S 级天赋，兵种是圣阶狂暴战象。林峰大佬，求大腿挂件。S 级天赋加圣阶兵种，这也太超模了吧！官方不管管吗 ？S 级就是天花板了，那我的 SSS 级算什么？看来有人运气不好，刚出门就撞上铁板了。游戏开始了，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光有高阶兵种没脑子，死得更快。救命！外面赵四是不是真的死了？系统不会是在吓唬我们吧？我是地精兵种，我不想死啊！有没有大佬愿意收留我？哪怕当奴隶都行。恐惧是这个世界筛选弱者的第一道门槛。吵死了！不过死了一个废物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这是狂暴战象，成年级圣阶的陆地坦克。看清楚了，这才叫兵种。那个被1级风刃狼咬死的废物，简直丢了我们穿越者的脸。等阶就是真理，拿着低阶兵种的垃圾们，趁早找个地洞躲起来，别出来送人头。在这个世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林峰大佬牛逼！我的部种是花仙子，可以给你当辅助。圣阶狂暴战象 S 级增幅天赋的确有狂的资本，可惜太早暴露底牌只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枪打出头鸟，这道理在异界也通凶。让他们去争那个虚名吧，我的战场在他们看不见的地下。单体战力几乎为0，负重只有 0.001 单位，按常理这是绝望的开局。但如果把这个数量乘以1万、10万，甚至100万呢？所有工已听令，执行天眼计划。第1大队化整为零，以领地为圆心，每隔5米设立一个活体哨站。遇到任何风吹草动，不需要战斗，不需要思考，立刻通过精神网络回传坐标，然后钻地装死。哪怕是一只苍蝇飞进我的领地范围，我也要第一时间知道它的攻灭。第2大队，这就是你们的战场，我要资源，哪怕是一根树枝、一颗石子，都给我搬回来。这就是蚁族的恐怖之处，只要数量足够，大象也能被我们搬空。还不够，这种速度还不够。想要在7天后活下来，我需要一支真正的军队。怎么回事？精神连接的负荷突然增加了。这个数量，难道说这是隐藏成就？生命值瞬间回满，耐力槽也恢复了。这东西对低阶生物简直是神药，可惜只是恢复状态，没有触发进化。看来单纯的喝水并不足以改变物种基因。既然质量暂时无法质变，那就把数量堆到极致。在这个没有法律的世界，数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。所有新诞生的单位先饮用泉水，随后到空地集结。我要在2个小时内看到这块地皮变成黑色。木材和石料还可以再赚，但7天后的兽潮不会给我第2次机会。林峰那家伙有圣阶战象，确实能在前期横着走，但大象踩死1只蚂蚁容易，踩死10万只呢。
差不多了，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就要到了。壮观，这就是我的军团。进食结束，现在记住你们的主人。绝对忠诚，我只是想强化控制权，怎么直接把忠诚度拉满了？系统出 bug 了，这动静有点大过头了吧？检测到异常数据，数据核证完毕，逻辑自弃。恭喜，我做了什么？恭喜领主墨菲达成全服首个隐藏成就统治之心。检测到您在2小时内将10万单位兵种忠诚度提升至绝对忠诚，创下世界纪录。这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，是弱者的特权。换做养巨龙的，养1万年也凑不起10万头。鉴于该成就的唯一性与不可复制性，世界奖励规则提前激活，正在发放全服唯一 SS 级天赋奖励。全服唯一？全服通告！等等，这玩意儿还要全服广播？枪打出头鸟，但好处吃进嘴里才是真的。想曝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心灵链接构建中，节点数量10万，连接成功。这不是简单的指挥，这是共享。以前是指挥官与士兵，现在我是大脑，你们是手足。散开，以前只能靠吼，现在动念即达。让我看看这所谓的迷雾到底藏着什么。视野全开，方圆5公里内的地形、资源点、野怪分布尽收眼底。别的领主还在迷雾里摸瞎，我已经开了全图卦。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含金量吗？恭喜垃圾兵种领地领主隐藏达成全服绝对忠诚，用时2小时，兵种数量10万，奖励全服唯一 SSS 级天赋心灵之王。这名字确实有点拉仇恨，不过既然改不了，那就让它成为所有人的噩梦吧。我操！我没看错吧？10万兵种，我的全家老小加起来才造了5只哥布林，他哪来的10万？这不科学。就算是最垃圾的1阶兵种，生产 CT 也要几秒钟，2个小时，这绝对是 bug。只有我关注 SS 级天赋吗？全服唯一啊，这就没了。哼，平衡，这世界什么时候有过平衡？大家别慌，看名字，垃圾兵种领地，说明他的兵种是最底层的炮灰，估计是蚂蚁、蚊子之类的一脚踩死一片的东西。有道理，数量多有多，质量不一样，蚂蚁确实弱小，一脚能踩死一片，但如果这片蚂蚁拥有了统一的大脑，还能无限进化呢？笑吧。尽情的笑，等你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资源已经尽没了。所有工蚁，目标枯木林，避开红色区域，全速采集。现在的我，是你们口中的垃圾。7天后，我会是你们头顶的灾祸。鉴于 SS 级天赋现世，世界进程加速，新手保护期虽未结束，但受潮难度将根据全服最强战力进行动态调整。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件事，那个拿了 SSS 级天赋的神秘人，凭一己之力拉高了全世界的生存难度。动态调整，看来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10万！我这哥布林10分钟才憋出1只，他凭什么2个小时10万？作弊，绝对是作弊！这游戏没有举报键吗？我不服！系统管理员出来解释，是不是有内部号？就是，就算是母猪下载也没这么快的，它的弊病很细菌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佬氪金了？楼上别傻了，这世界哪来的充值入口？这数据绝对溢出了逻辑范畴。
动动脑子，领主世界的规则很公平，等阶越高，孕育时间越长。我的狂暴战象是圣阶兵种，孕育一头需要整整40分钟，这是强者的代价。2个小时10万兵种，换算下来0.07秒一只。这种生产速度，除了毫无战斗力的蚊虫蚁兽，或者是某种一次消耗的炮灰，我想不出别的可能。我操，原来是个垃圾佬，吓死爹了！哈哈哈哈，0.07秒一只，那不就是繁殖过快的害虫吗？这就是舆论，只要稍微引导，神塔也能变祭坛。SS 级天赋给这种废物兵柱真是暴殄天物。等着吧，等新手期结束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流碾压。林峰，你还真是个合格的捧哏。本来还在想怎么解释这夸张的数据，没想到你帮我圆得这么完美。0.07秒一只，那是普通工艺，现在的生产速度早就翻倍了。林峰，你的狂暴战象确实很强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，活到最后的往往不是叫得最响的那个。当你带着傲慢踏入我的领地时，你会发现这里没有炮灰，只有天灾。希望7天后，当我的蚁群啃食你的骨头时，你还能保持这份优雅。小的们，既然全世界都看不起我们，那就吃光他们看到的一切，进化，继续进化，直到吞噬神明。这种力量感，哪怕只有3头，也足以碾碎那些所谓的100人军团。还在讨论那个刷数据的废物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。那个蠢货除了贡献一点坛服，毫无价值。真正的强者是要在这个世界建立秩序的。出发，让这个蛮荒世界见识一下什么叫圣阶兵种的威压。很好，哪怕那个的垃圾兵种有10万数量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数量不过是等待收割的杂草。我的目标是下一个 ISS 级奖励，等着吧，或者是那个藏头走头露尾的家伙。等我升到3阶，我会把你们全部踩在脚下。林峰出动了，3头战象，确实是现阶段的陆地坦克。可惜，你的视野太窄了。还是有点不适应这种上帝视角。分散，以扇形推进，不要放过任何可食用的资源。经验值加点01，虽然少，但架不住我有10万张嘴。那是魔矿，铁甲工艺能消化矿石。这是进化征兆。SSS 级天赋的真正核心，吞噬进化，终于开始了。吃吧，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都吃进肚子里。不用猜了，那个全服第一肯定是觉醒了 S 级天赋，绝对忠诚。怪不得垃圾兵种除了忠诚度高，一无是处，害我白羡慕一场。原来是个辅助型天赋，后期必死。绝对忠诚，想象力倒是挺丰富。S 级天赋，在这一届领主眼里，或许已经是天花板了。刚才吞噬矿石能获得能量，那如果吞噬这蕴含纯粹生命力的泉水呢？在这个世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既然质不行，那就用量来堆，用进化来填。所有单位，目标生命之泉，喝干它！喝的倒是挺快。啊，这是……原来这就是 SS 级天赋的真谛，万物皆可吞噬，而我是这一切能量的终极汇聚点。进化了，不死蚁族，1阶，
只要资源足够，我就能无限量制这种恐怖的生物。警告！生命之泉即将枯竭。该死，吸过头了！如果不立刻消耗掉这些多余的能量，我恐怕会成为第一个被自己天赋撑死的领主。检测到能量严重积压，若不立即进阶，宿主躯体将面临崩溃风险。倒计时10秒。给我升级！这就是一阶的力量。不仅是肉体力量翻了5倍不止，就连感知力也发生了质变。现在的我，哪怕赤手空拳，也能轻松碾死之前的5个自己。能量点还在涨。原来如此，在这个世界的规则里，领主和兵种的能量是互通的。普通领主必须拿命去搏杀野怪才能升级，而我只要吃就够了。只要资源足够，我就能无限滚雪球。什么新手保护期，什么万族厮杀，在我这 SSSS 级天赋面前，不过是进10场罢了。破案了，兄弟们！那个全服第一绝对是觉醒了 S 级天赋，绝对忠诚。绝对忠诚？那是啥？就是能强行拉满兵种忠诚度。除了这个，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快拿满奖励。切，原来是个辅助天赋，忠诚度高有什么用？兵种垃圾，上了战场还是炮灰。散了，还以为是什么大神，原来是个靠运气刷成就的。绝对忠诚，这群人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局限在 S 级。既然你们觉得我是垃圾兵种，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天灾。进化完成了，体型翻倍，前颚进化成了杀戮兵器，白壳硬度，防御力至少提升了3倍。这种硬度，哪怕是对上1阶的野狼，也有一战之力。不死蚁族，只要头还在，就能咬死敌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军队。新手期还有6天，既然生命之泉能让你们进化成1阶，那如果吞噬更强的能量呢？全军听令，目标领地外围，猎杀所有活物，我要这方圆10里寸草不生。符咒能力提升了100倍，一支0.1单位，10支就是1单位。我有10万大军，一趟就能搬空一座小型矿山。这哪里是军队，这分明是10万台全自动资源收割机。自带自愈能力，这意味着续航能力拉满，不需要频繁回泉水补借。只要不被抛头，就能一直战斗。在这个缺乏牧师的初期阶段，这是无法估量的战略优势。资源采集效率100倍于人，生存能力碾压同阶。哪怕是靠数量堆，我也能堆死那些所谓的精英领主。兄弟们，破案了，绝对错不了。那个全服第一肯定是觉醒了 S 级天赋，绝对忠诚。哼，要不是我有同款天赋，还真就被你这小子装到了。S 级虽然稀有，但在我卢小胖面前没有秘密。
一群蠢货，还在讨论这种毫无意义的话题。绝对忠诚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数量和忠诚都只是笑话。那个叫墨菲的，你以为拿了首杀就是强者，透支潜力换来的虚假繁荣罢了。这种靠运气和辅助天赋堆出来的第一，在新手保护期结束的那一刻就是死期。墨菲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7天吧。等结界消失，我的狂暴战象军群会教你什么叫阶位压制。阶位压制，在这个世界，只有弱者才会频道里狂吠，企图用言语来确立地位。林峰是吗？希望你的大象肉够我的蚁群吃上一顿饱饭。全军提速，所过之处，我要看到资源堆满仓库。这种数量级的视觉冲击力，无论看多少次，都让人血脉泛胀。听令，以1万为一番队，分10路纵队，呈扇形向迷雾森林推进。所谓的垃圾兵种，那是对弱者的定义，而在我手中，这就是横扫一切的天灾。画面传输延迟几乎为0，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恐怖之处吗？简直就是全图挂。这种切割效率和服众能力，比现代化的伐木机还要夸张。照这个速度，升级高级村庄所需的资源，根本不需要1天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不对劲，太安静了。既然是资源丰富的热带雨林，怎么可能没有野怪？除非这片区域已经是有主的狩猎场。第3纵队，全员防御之态，抬头！原来是老熟人，看来这一顿自助餐，有人想截胡。3阶鬼面蛛、秦居带神经毒素，这种数量硬拼会损失惨重。全员静默，模拟枯木情况，收敛气息。高阶兵种烈风巨鹰，看来是个倒霉的过路客，替我挡了枪。这就是等阶压制，在绝对的环境优势和数量面前，落单的高阶兵种也只是口粮。现在的我还没必要为了几只蜘蛛暴露底牌，记住位置，回头再来收割。终于来了，决定生死的第一次大洗白。领主、领地、兵种3大榜单，奖励 S 级天赋和传说装备。兵种变异，如果能叠加我的吞噬进化，不死蚁的上限恐怕不可限量。有人兵种死绝，有人豪言壮语，这才是真实的万族争霸，残酷又迷人。我虽然拥有唯一的 SSS 级天赋，但毕竟基础太差。第10名，第5名，圣光领地，毒箭射手。看来前期远程兵种优势很大。怎么可能？我甚至还没杀过一只野怪。原来如此，领主等级不仅仅靠杀怪，兵种的进化反馈才是大头。10万只不死蚁的进化反馈，硬生生把我堆上了1阶，这算是作弊吗？也好，既然你们都觉得这是垃圾兵种，那就让这个垃圾一直骑在你们头上吧。来吧，让我看看
这个世界第一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？我操！系统出 bug 了吧？第一名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垃圾兵种，这是哪位大佬的恶趣味 ID？ 不对，你们看等阶，他是1阶，我们所有人全是0阶，才3个小时就升到1阶，我巨龙兵种才升了10%的经验条。作弊，绝对是作弊！我要举报，老子泰坦兵种凭什么排第50？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，这也值得大惊小怪。太慢了，这种杀怪效率，为什么还是追不上那个废物？垃圾兵种，不管是史莱姆还是地精，凭什么能压我的圣阶战象一头？找死！哼！全军听令，放弃休息，向荒原深处推进。既然你想出风头，那我就让你成为全服的笑柄。动动脑子，前期能升到1阶，只有一种可能：透支潜力。低阶兵种数量多，升级快，但上限极低。这个蠢货为了抢榜首的虚名，把所有资源都砸在垃圾兵种身上。我就说嘛，垃圾永远是垃圾，怎么可能逆天改命？这哥们儿原来是个为了装逼不要命的傻子。散了散了，这种透支流打法活不过第3天。在这个看血统的世界，弱者连呼吸都是错的。透支潜力，废了。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可惜你对数量这个词的恐怖一无所知。哦，侦察队有发现了，林峰在忙着打嘴炮，而我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享用正餐了。3阶领主怪，这可是现在没人敢碰的噩梦级存在。林峰，睁大眼睛看着，当你还在为几只1阶野怪沾沾自喜时，我的蚁群已经开始猎杀神明了，进攻！果然，能在这个世界活下来的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亡灵古龙，起步就是4阶，甚至可能具备龙威和魔法免疫。0阶对4阶，这是物种层面的绝对碾压。如果正面硬碰硬，我这几万只蚂蚁，恐怕还不够那古龙一口龙息喷的。亡灵古龙又如何？等我的蚁群进化到那个层次，哪怕是龙骨，也要给我嚼碎了咽下去。包围圈已经成型了吗？很好，那就让这片森林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那是双头魔蜥，3阶的霸主怪，完了完了，快走！这些虫子是有组织的。第1梯队行军蚁封锁4肢，第2梯队酸液蚁准备破匣。烧吧，杀吧，我的数量是无穷的，而你的体力是有限的。这绝对不是野怪暴动，这是某个领主的兵种，垃圾兵种，这就是他们说的垃圾兵种，这分明是死神啊！
果然丰厚。终于跨过这道门槛了，在这个世界，1阶才算刚刚拥有了入场券。排行榜正式开启。来了，所谓的万诅咒争霸。垃圾兵领兵种，当初随手起的自嘲名字，现在看来，倒像是最大的讽刺。雷霆暴熊、黄金比蒙、毒箭射手，全是天之骄子。可惜你们太慢了，在这个看脸的世界，只有我会为了几点经验拿10万条命去填。这就是垃圾的生存之道。卧槽，我没看错吧？第1名是1阶。宝宝，你怎么他1阶了？质疑吧，嘲笑吧，等你们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把资源吃干抹净了。7天新手保护期奖励公布，领主等阶榜首奖励 S 级领主天赋兵种变异，领主等阶榜奖励随机传说级装备套装。 S 级天赋必须是我的传说套装，有了它，越界杀怪不是梦，那个垃圾领地必须死。命令，这正是蚁族目前最紧缺的。S 级天赋对他来说，不仅仅是锦上添花，更是打破基因锁的关键。有了这个，我的蚁群就不只是数量恐怖，质量也将迎来巨变。这第1的位置，既然坐上去了，我就没打算下来。还有这个楚狂，雷霆属性主攻杀法，也是个难缠的对手。隐藏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在没有绝对的实力碾压之前，还是让垃圾兵种领地这个名字去吸引火力吧。这是恐惧，连3阶魔系都能吞噬的蚁群，居然在害怕。看来，这个世界给第1名的考验，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。这就离谱，官方不管吗？开局3小时1阶，这绝对是 bug。只有一种可能，系统出错了。一群只会在这狂吠的废物，有时间打字，不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。妈的，这帮蠢货以为野怪是木桩吗？老子的冰霜巨龙还是幼年期，刚才差点被2头2阶雪狼撕碎。你们以为杀怪是切菜？能在这个时间点冲到1阶，不管是用什么手段，那都是拿命换来的。承认别人强很难吗？垃圾兵种领地有点意思，希望你别死得太早，我还等着和你碰一碰。终于死了，2阶石甲犀牛，防御力堪称变态，还不是倒在我的战象脚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那些低阶领主恐怕连这犀牛的皮都破不开。杀了这么多1阶怪，又费了9牛2虎之力弄死2头1阶，榜首未必是我，但前3绝对稳了。没有，怎么可能没有？1阶，我累死累活才攒了54点能量，他凭什么已经1阶了？我觉醒的是圣阶战象，是有 S 级天赋增势的天之骄子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垃圾兵种？等等，数量，那家伙有10万只垃圾兵种。原来如此，以多咬死象，他是拿命去填，赫则而愚，愚不可及。这种自毁根基的做法，也配做我的对手？都安静一下。作为圣阶兵种拥有者，我来给各位分析一下这位榜首的真相。既然你喜欢出风头，那我就让你摔得更惨一点。大家不必惊慌，更不必羡慕，这个第1名不过是透支潜力的回光返照罢了。野怪不会站着不动，想要在这个阶段升到1阶，必须击杀大量野怪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用人海战术，拿那10万垃圾兵种当炮灰，这是一种极度短视的行为。低阶兵种本就脆弱，死一个少一个，等他把兵拼光了，新手期一过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那没事了，让他先得意2天。这种打法太残忍也太蠢了，基本宣告后期废了。舆论也是一种武器，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个为了虚荣不顾后果的蠢货。真正的强者懂得积蓄力量，等着吧，3天之内我会把这个垃圾踩在脚下。一个注定就被淘汰的过客，不足为惧。
这帮男人真有意思，被人带了节奏还不自知。林峰这话虽然难听，但道理确实没错。如果真的是为了虚荣心拿命填宝，那他大量收购基础资源做什么？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？未必吧，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要么就是个把所有人当猴耍的怪物。高冷的家伙，我就不信你不需要情报和女人。真是的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动作快点，新手期只有7天，不想死就给我把这片矿脉挖空。一群求造的蝼蚁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你们眼中的死局，不过是我的起点。心灵之网，全功率开启。这种上帝视角的负荷果然很大，但效率也是无敌的。林峰，你还在为杀几只2阶怪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我的军团已经把这片森林犁了一遍。这种强度的生命反应，不是普通野怪。所有单位静默。3阶领主级，相当于人类4阶甚至5阶的战力。这就是森林深处的守门人吗？怕什么？他越强，吞噬后的进化就越完美。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把恐惧吃进肚子里。全军出击，狩猎开始。心灵之网，开！东南方向，距离3公里，没有野怪气息，是坚木，硬度是普通木材的10倍，现阶段修建城防的顶级材料。看来又要大赚一笔了。既然无主，那就全是我的。不思议军团全军出击，目标伐木。奇怪，如此丰富的资源点，竟然连一只守护兽都没有。刚解决完那边的麻烦，这边又出事了。不是物理撕裂伤，是强酸腐蚀，连生命之泉的治愈度光疗都被压制了。这酸液的附着性很高，能把我的不死蚁伤成这样，还差点废了自愈能力。看来不是普通野怪。别急，把你们看到的画面传给我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连一只野怪的影子都没有，伤从哪来的？去试探一下虚实。这根本不是泥，是一整池的高浓度硫酸。史莱姆的变种，才1阶。区1阶野怪，把我的军队当自助餐了。
物理防御无效，这是魔法伤害。不好，他要放大招！有点意思，不仅能腐蚀肉体，还能顺着精神链接反噬。既然物理防御没用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绝对的数量碾压。全军集结，目标正南，把那片泥潭给我填平了。地形对我不利，在泥里打，他们的机动性太高，酸液扩散也快，得把他们引到干燥的草地上，限制他们的移动速度。关门，拿狗。换算比20换1，很划算。这就是低阶兵种的生存法则。如果质量不够，那就用数量来凑。2000只不死蚁，战损300，全歼5只变异泥魔。但是，无限吞噬并没有触发，概率还是太低了吗？看来仅仅5只样本远远不够。既然5只不够，那就杀50只，500只。不用回来了，继续向南推进，实行3光政策。推进了2公里，一只野怪都没有，这不符合丛林法则。王，前方无敌队反应，这里很安全。安全，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只有2种地方绝对安全。不是这里安全，而是这里的原主人太强了。他无视了我们。在他眼里，你们连食物都算不上，只是路边的灰尘。方圆5公里内没有其他野怪，是因为他们不敢踏入皇者的领地。全员听令，停止推进。这只怪物至少5阶起步，甚至更高。我们是在死神眼皮底下跳舞。等等，既然他看不上我们，那这里对我们来说就是全图最安全的高速公路。10公里，那头怪物的领地边缘离我只有10公里。一旦其保护期结束，如果他向北扩张捕食，我的领地首当其冲。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加入他。第1大队携带木材资源，立刻折返。路线穿过那只巨兽的领地边缘，借它的威压驱散其他野怪。这片禁区以后就是我的专属运输线。被发现了。不，他是在试探这个乌龟壳。他知道我就在这里，他在等这个罩子消失。4天，我只有4天时间，要么搬家逃亡，要么在他张嘴之前崩碎他的牙。
7天之后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果然，借用那头巨兽的威压驱散闲杂野怪，这条运输线不仅安全，效率还是之前的10倍。坚木，2阶材料，比普通木材硬度更高，正好用来加固营房。普通领主哪怕派出一队农民，遇到一只野狼就得团灭，而我有几10万免费劳动力，而且他们不怕死，也不要公财。丁，资源入库储备1250单位。资源溢出了，得看看市场上这东西现在的行情。垃圾游戏！我派了5个苦工去伐木，结果被一只兔子咬死了3个。谁能告诉我兔子为什么会喷火？楼上的知足吧！我的步兵在河边喝水，被鳄鱼拖下去2个，连尸体都没捞回来。这资源根本没法采。弱者的哀嚎。有木材，急着我换。肉食，现阶段能拿出肉食交易的兵种绝对不弱。别废话，换了2单位肉食不2价，要换的立刻挂一行指定我。20单位，堂堂 S 级天赋的大佬，为了20单位木材，居然还要亲自在世界频道喊话。我也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价格比楼上高1成。我有骨粉，可以加速农作物生长，换木材和石料，有的私留。不对劲，这不仅仅是资源短缺的问题，高阶兵种强在战斗力，能猎杀野怪获取肉食，但兵种数量少，而且都在忙着练级，根本没时间砍树。原来如此，他们急着要木材，不是为了盖房子，是为了升级领地。领地等级决定了兵房数量，兵房数量决定了爆兵速度，谁先升级，谁就能在7天后的兽潮中活下来。妈的，你接着这么说了！如果是战斗，现在的我或许不是这头大猩猩的对手，但如果是资源战，你们缺的不是木材，是命，而我手里握着你们所有人的命。既然你们饿了，那我就做个好人，喂饱你们。不过这价格得由我说了算。这场游戏的规则从现在开始变了。这狼肉口感像是在嚼木头渣子，还得是2阶魔兽肉才有点嚼劲儿。忙活了一整天，你们不饿吗？要不要给你们换点肉食尝尝？尊敬的主宰，生命之泉，能量充盈，不需要血肉。喝水就能饱，在这个为了口吃的能打破头的世界，你们这设定简直是作弊。既然吃饱喝足了，那就干活吧。目标坚木林，我要你们把那里搬空。以前还要担心兵力折损，现在3阶野怪竟然都在躲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数量带来的威慑力。单体虽然弱小，但40万张嘴凑在一起，连神都要忌惮3分。这哪里是采集，这简直是掠夺！而我的大军只需要2个小时。天要黑了，夜晚的森林是禁区。虽然蚁群不怕死，但资源若是丢了就亏大了。全军撤退，把所有木材带回家。4万，普通领主累死累活1天只能攒几百单位，而我这一趟就是4万。还是留着吧，毕竟我是个好人。只不过从明天开始，这片大陆的规则就要由我来制定。1阶野猪肉虽然能填饱肚子，但这口感还是太柴，跟嚼橡胶差不多。对于弱者来说，黑夜是死神的镰刀，但对于强者，这只是一场重新洗牌的游戏。让我看看，在这个注定无眠的夜晚，大家都在聊些什么。大部分人在求生，少部分人在炫耀。
但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，缺资源。1单位肉换2单位木材，这种趁火打劫的比例，也就只有这种时候能看见了。有没有人能卖我一点木材？只要500单位，不，300单位就够了。我可以先给食料。矮如族，这可是天生的矿工和铁匠，前期缺木材很正常，但到了后期，他们就是源源不断的矿产机器。大神，你有木材吗？我要300，不，500单位，我可以给你1000单位食料，或者我有精铁矿。我不缺那点零头，把你所有的食材和精铁都挂上来。所有？可是我现在仓库里积压3000单位食材，还有100单位精铁，你吃得下吗？1万！天哪！你是把整座森林都砍了吗？这1万是定金，我要跟你签一个长期协议，以后你挖出来的所有石头和矿，我全包了。至于木材，全包？可是市面上的价格……现在是黑夜，没有木材，你的矮人会冻死，你的围栏挡不住发狂的野兽。你觉得你还有讨价还价的时间吗？我全都换，只要能活过今晚，我都听你的。只要你跟着我，这种垃圾资源，你要多少，我有多少。垄断的第一步就是控制源头，拥有了食材和精铁，明天我的领地将迎来质的飞跃。抱歉，这第1名的奖励我也顺手拿下了。虽然口感柴了点，但在这种鬼哭狼嚎的伴奏下，倒别有一番风味。欢愉与绝望并存，这就是新手期的最后一层遮羞布。让我看看，在这个被恐惧支配的夜晚，人心到底值几个钱？只有5页，几十亿领主，卖石头的竟然比大熊猫还稀缺。1比3，这是把木头当废纸，还是把石头当金装？1比5，这种吃相也不怕撑死。市场恐慌情绪在蔓延，所有人都想趁火打劫。虽然我木材多，但不代表我愿意当这个冤大头。小矮人，这名字倒是有趣。1比2，在一群抢劫犯里，居然混进了一个老实人。精铁，这个时候竟然有人能搞到精铁。江云林，看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什么。木材采集难度低，精铁采集难度极高。按照后期价值，这比例至少该是1比50，甚至1比100。交易成功。既然这世上好人少，那我就做个好人，帮你清空库存。在吗？我有大量木材，你的精铁和石料我全包了。垄断了木材和食材还不够，如果能拿下精铁的独家供应权，在这个世界掌握了资源，就掌握了话语权。这笔生意才刚刚开始。大胡子叔叔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你们挖了1天的精铁，我连1块都卖不出去，大家连晚饭都没吃饱，我还把仅有的木材都用来修墙了。领主大人，俺们矮人皮糙肉厚，饿一顿没啥，只要您别哭，俺们就有力气。这精铁现在没人要，以后肯定是个宝。可是现在没有木材，领地如果不升级，2天后的兽找我们。交易成功。卖出去了，全卖出去了。莫非请求添加您为好友？有救了，大胡子叔叔，我们有救了！通过一下，诚心合作。这可是大金主，千万不能说错话。江云玲，大佬好，怎么合作？我有力气，我有矿。
我不缺力气，我看上了你的精铁和食材，比例按你定的来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全包，精铁也要。那个大佬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精铁前期没用的，只有升级高级城镇才需要。你木材如果不多，可以先只换食料，精铁我帮你留着，绝对不卖给别人，别浪费你的木材呀。哼，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世界，居然还有这种傻白甜。不用替我省钱，这种木材我多的没处放。这是把森林给搬空了吗？领主大人，您这是去抢劫地经商队了？不，我好像抱上了一条史前巨鳄的大腿。大胡子叔叔，传令下去，全员开饭，吃饱了给我往死里挖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跟着他，我的矮人们就能活下去。食材搞定，精铁垄断，现在整个新市区的升级命脉都捏在我手里了。接下来就该轮到那些自以为是的高湾玩们为我的野心买单了。林峰，那个觉醒了天使兵种的家伙，积分涨幅不对劲，这种速度绝不是普通兵种能做到的。看来这新手村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想超车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2700单位。大胡子叔叔，不用省了，这辈子都不用省了。这只是定金，以后你的石头我全收。大佬放心，从今天起，小矮人之家只为您服务。大佬，虽然您资源多，但这比例太吃亏了，下次我们可以按1.5倍算。哼，不用，我不缺这点木头，我要的是效率和忠诚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豪吗？木材爆仓，食材到位，升级终极村庄的条件终于齐了。我就说嘛，那什么垃圾兵种领地就是个笑话。这就叫远行毕露，低阶兵种的上限就在这摆着呢。哼，原来是被超车了。林峰，那个觉醒了圣阶战象的家伙。各位不用大惊小怪，这是等阶压制的必然效果，运气而已。不过某些靠运气拿了首杀的人，现在的确该认清现实了。资源再多，兵种太废也是徒劳。潜力这种东西，从觉醒的那一刻就注定了。肉食换木材食材，比例好商量。毕竟我的战象只吃肉，不吃素。896点，只差104点就能升2阶。虽然今天没怎么杀怪，但这几十万只蚂蚁进化的能量反馈，其实早就够了。潜力注定，认清现实。在这个世界，唯一的现实就是赢家通吃。既然你踩着我上位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你说的对，差距确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不过，处于底层的是你。资源清空，换来10倍的发展速度，这笔买卖划算。别急，地方大了，你们进化的空间才刚刚打开。有时候第一名的风景确实有点寂寞，不过真正的狩猎现在才刚开始。只差一点，不过这种缺憾美才更真实。各位，其实没必要神化圣阶病种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，天赋只是一张入场券。我能排到第6，靠的不是战象，而是我比任何人都努力的微操。低调
低调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没有垃圾的兵种，只有不努力的领主。除了某些天生废物的蚂蚁，垃圾兵众领地率先升级为终极村庄，获得声望加1000，林峰大，随机稀有这脸打得有点傻。我还在为了10个木桶拼命，他居然升级了！不可能，升级终极村庄需要各1000单位资源，现在根本没人能凑齐。没货了，全服的石料去哪了？他不仅升级了，他还切断了所有人的路。该死，风头全被抢了，资源买不到。如果舆论再失手，我就真的成了笑话。只要逻辑闭环，我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想踩着我上位，没那么容易。各位，冷静一点，不要被一时的系统公告冲昏头脑。终极村庄固然稀有，但这背后的逻辑，你们真的看懂了吗？大家要明白，兵种存在绝对的等阶压制。像我的狂暴战象，属于圣阶兵种，初始属性就是碾压级。说实话，我能排到第6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圣阶这个起跑线太高。高阶兵种练级就像满级大后在新手村屠杀，效率是低阶兵种的10倍、100倍。所以某些靠我运气拿到低阶兵种数量多、成型快的短期红利罢了。这就像100米冲刺，起跑快不代表能赢，耐力才是关键。林峰大佬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盲点。盲点？能有什么盲点？我的逻辑无懈可击。照你这么说，高阶兵种练级是简单模式，低阶兵种是地狱模式，对吧？显而易见。用最底层的兵种在地狱模式里，把你这个玩简单模式的圣阶大佬踩在了脚下。我操，逻辑鬼！我刚才怎么没想到？这么一对比，那个玩蚂蚁的岂不是强的离谱？不是，你们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天赋。兵种只是基础，领主天赋才是核心。我有 S 级天赋，领地增幅，这才是我强大的根本。那个第1名，他肯定也有天赋加持。笑了。林峰大佬，全服通告没看吗？人家榜首是 SSS 级天赋无限吞噬。林峰，你这波分析简直是自杀式袭击。我成了他的粉头，我堂堂圣阶领主成了那个玩蚂蚁的垫脚牌。我不信这差距真的这么大。这2阶的极地魔狼，临死反扑还真够劲儿。哼，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软蛋，也配叫圣阶领主？丢人现眼！哼，有意思，真他娘的有意思！1天之内，战力榜第1，领地榜也是第1。这绝不是靠运气能做到的。老伙计，看来我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了，不是林峰那种废物，是一头披着羊皮的怪物。管他是什么垃圾兵种，只要够强，老子就服。等新手期结束，我一定要亲自去会会他。小的们，都别睡了，连那个玩杂牌军的都能冲到终极村庄，我们若是输了，就把你们炖成龙汤。林峰那个蠢货，这次算是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。反向造神，呵呵，真是精彩的一出戏。不过这个榜首藏得可真深啊！如果是高阶兵种冲榜，我还能理解，但他是垃圾兵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拥有极其恐怖的资源掠夺能力，或者某种打破规则的天赋。现在凑上去，只会被当成只会抱大腿的庸脂俗粉。传令下去，今晚不许休息。把方圆10里的资源点全部清空。小哥哥，不管你是神是魔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乖乖跪在我的裙下，把你的秘密统统吐出来。终极村庄全服第1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价格公道，别耍花样。就是那个垃圾兵种领地的大佬！完了完了，我刚才是不是还跟他讨价还价来着？我还嫌他黑心。他刚才疯狂扫货食材，原来就是为了冲击终极村庄。全服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财力。
林峰那种圣阶领主都被他踩在脚下摩擦，如果我刚才惹恼了他，他是不是动动手指就能灭了我？可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，他是冷血的资本家，也是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救命稻草。江云玲，你清醒一点，这是机会，只要抱紧这条大腿，我就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活下去。但是万一他只是想把猪养肥了再杀呢？砖石结构自带光源，这下总算有点像人类住的地方了。领地扩张导致野怪被困入内部，既然来了就别走了，正好试试新领地的防御机制。原本是林子里的猎手，现在成了瓮中的王八，这就叫版图压制。禁食。数量过万，便如天灾，这就是量变引起的质变。吃的太干净了，连点皮毛材料都不给我留。算了，反正也不靠这点垃圾卖钱。铁匠铺打造装备，给蚂蚁穿铠甲，拿牙签当长矛，这画风未免太诡异了。我的品种靠的是牙口和数量，不需要这些累赘。将低阶材料合成高阶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我的蚁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哪来的废料给我合成？这两个建筑对我目前毫无价值，资源必须用在刀刃上，生产速度提升50%，还有概率产出特殊兵种行军蚁。行军蚁高机动性，具备极强的长途奔袭与负重能力，有了它们，我就能解决资源采集的运输瓶颈，这才是战略级的兵种。木材我有的是，但这石料，看来还得找那位小富婆聊聊。行军蚁的解锁关乎我在黑夜的统治力，今晚必须把这最后一拼图凑齐。沉默了2分钟，要么是在清点库存，要么是在猜测我的意图。别紧张，刚才的交易很愉快，我只是想再进一批货。大佬，你刚才扫空了我所有的库存，那是50个矮人挖了整整1天的量。效率不错，所以我才找你回购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价格照旧，或者溢价10%也行。木材换石料，还是这么大的量。现在整个世界频道都在讨论刚才那个守卫升级终极村庄的通告。大佬，那个排名第1的垃圾兵种领地就是你吧？反应倒是挺快。矮人族虽然憨厚，但既然能当领主，果然没有蠢货。承认还是否认？在这个满是谎言的世界，真话往往才是最有力的武器。是我就知道，除了榜一大佬，没人能这么豪横的用木材砸人。大佬放心，我嘴很严的，绝对不会出去乱说。求求别灭口，我只想挖矿赚钱。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时候表忠心比谈价格更重要。既然知道了，那就好办了。我要食材，大量食材。你需要木材或者肉食，我都能提供。这是双赢。真没了，就算现在把鞭子抽断，他们也得睡一觉才能恢复体力。明天一早我一定优先供货给您。才为了凑那1000单位，我的矮人们连晚饭都没吃就在挖，现在矿洞都要塌了，真的一滴都没有。天哪，我居然在跟那个变态做生意！全服第1，那个把几百只野怪当点心吃的怪物。领主大人，这肉汤真香，要是天天能喝上这个，俺们命都给您。不管他是神是鬼，只要能给肉吃，就是好老板。抱紧这条大腿，我们就不用在这个鬼地方饿死了。大家吃饱了抓紧休息，明天一早全体开工。那可是咱们的大金主，绝不能让他觉得咱们没用。哦，1单位食材换4单位木材，这帮人不是在做生意，是在抢劫。供需关系失衡，加上有人在恶意囤积居奇，现在的食材比金子还贵。想割我的韭菜，你们还嫩了点。既然常规货币贬值了，那他就换一种你们拒绝不了的硬通货货。
乱世之中，只有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。想变强的人，会为了这块石头疯狂的。1比5，1比拼5。趁火打劫都要讲基本法，你们这是明抢。但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任何溢价都是合理的入场券。我要的是时间，不是木头。清场完毕，现在市场归零。嘈杂，在这个世界，只有转化为战力的资源才有价值。升级全部拉满。1分钟1500只，10小时就是90万，加上原本的存量，明天日出前，我将拥有100万大军。这就是那1成的概率。负重能力是工仪的10倍，速度更快，攻击更强。如果是普通领主，这1成的概率是赌博，但在我这里，这就是必然的量产。去吧，既然有了更强的驼脚，那就把这片森林搬空，木材、石料、猎物，我全都要。有人在为几块石头互相残杀，有人在为一口食物出卖尊严，而我已经跳出了这个低级的怪圈。当数量突破临界点，质量成了笑话。今晚过后，这片区域只有一种声音，那就是咀嚼声。我的围墙只差10单位石材就能修好，谁有石材，我出10倍木材。我不甘心，如果交易场还有石头，那些野狼根本冲不进。系统公告：领主赵四核心被摧毁，失去领主资格。弱者的哀嚎是强者进阶的背景音，在这个世界，垄断就是屠杀。刚又搞到一批木材，作为合作伙伴，这次我也投桃报李，换给你点儿。换给我？但我只有石料能交易，你不是不需要石料吗？我不挑食，食材也行。别装了，你根本不是想帮我，你是急缺食材。这石城丫头，脑子转得倒快。没错，还有存货吗？我不嫌多。啊，大哥，刚才那1000单位就是我全部家底，本来留着升级领地的，全进你口袋了。而且，现在全服只有唯一的垃圾兵种领地升到了1阶，除了你，没人能在一瞬间吞掉我所有的库存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嘴最严，绝不乱说。聪明人活得久，既然没货了，那明天再说。明天？不，我等不了那么久，哪怕是这10个小时，也是生与死的差距。单兵营1分钟1500，10小时也就90万，要在新手期彻底拉开差距，必须双兵房运作。趁火打劫，1比5的比例真敢开价。哼，在别人眼里这是天价，但在拥有无限劳动力的我眼里，木材不过是再度再生的数字。既然你们想吸血，那我就撑死你们。只要市面上有石头，我就要让它姓墨。
建造第2座蚁族军营，还有生命之泉。生命之泉建造完成，这才是暴冰流该有的样子。慈善？不，这是垄断。今晚过后，你们连追赶我的资格都不会有。1比4，心够黑的。可惜，在绝对的资源量级面前，溢价只是个笑话。丁，确认购买，扣除中。 500个摊位，4000单位食材，全收。50万只蚁族的劳动力，换你们手里的石头，这笔买卖我很赚。建造。蚁族营房2号建造完成，生命之泉2号建造完成。还没完，全员升级。 消耗木材池2000，食材池2000，蚁族营养霜已提升至1阶，生产速度提升至1500只每份。行军蚁终于来了，甲壳硬度堪比铁片，负重能力是工蚁的3倍。有了你们，搬空这座森林只需要1晚，10个小时。 180万大军。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这个区的规则我说了算。这群穷鬼，连肉都吃不起了吗？既然没人换，我就勉为其难买点高价石。圣阶兵种升级不能停。空了，怎么可能全是空的？刚才还有500多个摊位。 是谁把路堵死了？这种手段根本不是普通领主能做到的。这森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怎么可能连一块石头都换不到？我挂的是高阶兽肉，是肉！那个匿名混蛋到底囤了多少石头？他是想把所有人都卡死在新手期吗？等阶压制，只要让我升到2阶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要让你把吞下去的资源 连本带利吐出来！这鬼雾气，连视线都遮住了。今晚谁敢出门，大家都得困死在这儿。视线被阻断了，但这对于蚁族来说毫无意义。空气检测无毒，野怪分布稀疏。那些蠢货还在担心迷雾有毒，躲在屋里瑟瑟发抖。 殊不知，这正是最好的狩猎场。全体听令！既然眼睛看不见，那就用嗅觉。在这个世界，只有弱者才会被环境束缚，强者只把环境当作掩护。去吧，把森林搬空。今晚我要让这片迷雾变成我的私人金库。 这就是1阶行军蚁，这种压迫感确实不是普通工蚁能比的。咬碎它！好恐怖的咬打力！这不仅仅是搬运工，更是粉碎机。负重0.3单位，1级的行军蚁顶得上30只普通工蚁。普通工蚁搬运1单位木材 需要往返5次，而行军蚁，莫非
一次就能拖走一整根原路。照这个速度，天亮之前，我的资源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那是精英级 BOSS 的巢穴。如果是昨天，我或许会绕道走，但今天，我的行军椅正好缺一块磨刀石。全军变阵，目标正前方，死亡试探。行军椅是高阶兵种，按理说起点应该更高，但这面板上的数据，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按住了。原来如此，兵营只是工厂，它生产产品的上限取决于原材料的等级。因为我的基础兵种是不死蚁，成长上限是3阶，所以哪怕是高阶的行军蚁，也被锁死在这个等阶里。这就是所谓的规则枷锁吗？普通领主只能听天由命，但我有无限吞噬，只要让基础兵种再次进化，这该死的天花板就能被我亲手掀翻。所有留守行军蚁，立刻集合！在这个世界，忠诚是唯一的货币。在进化之前，我要你们绝对服从，吞噬我的气息，刻下我的烙印。很好，现在喝干它。赌对了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吞噬了生命之泉，行军蚁直接突破了3阶的看口，冲到了4阶。不死之身加上坦克的防御和粉碎机的咬力，现在的你们才是真正的战争机器。系统想限制我，哼，那我就把系统的底裤都吞干净。怎么回事？敌袭！随着现存兵种的进化，营房也在同步升级产出模板。0阶工艺，但潜力上限变成了4阶。哪怕是刚生产出来的炮飞，只要稍加培养，也能成长为4阶凶兽。这就是滚雪球的效应。该死，能量太多了！这就是贪得无厌的代价吗？不过是1000点能量上限，给我破！立刻升级领主等级！那股差点撑爆我的能量，现在不过是填满丹田的燃料。既然我不死，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我的军团蜕变了。不死行军蚁，这就是吞噬了生命之泉后的最终形态吗？最终成长潜力4阶，之前的推断没错，基础兵种不死蚁拉高了下限，再加上行军蚁本身的高阶模板，这次竟直接打破了3阶的天花板。不仅突破了等阶，还觉醒了自卫天赋，这才是真正的永动机。哪怕是面对高阶魔兽，只要秒不掉你们，你们就能把敌人耗成白骨。负重0.5单位，竟然比1阶的时候翻了整整5倍。2只2阶蚁就能运回1单位木材，坚定进行重魅惑给养。明天我有300万大军，30万单位，只要1天，我就能搬空半物资源，如同半个坚木资源区。在这个资源匮乏的世界，这就是绝对的垄断资本。警告：生命之泉能量密度不足，病种再次进化，需高阶吞噬源。啊！
胃口变大了吗？那是猎手发现挑战时的眼神。一阶的生命之泉已经满足不了你们的野心了。既然温和的泉水不够喝，那就去找点更烈、更致命的东西来填饱肚子。系统想锁死我的上限，做梦。既然连生命之泉都能消化，这蕴含能量的鬼物，自然也是你们的食物。全军听令，吞噬！果然有效，虽然能量密度不如泉水，但这可是无限再生的天然屏障。把这层雾吃空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单向透明战场。我看得到敌人，敌人却是个瞎子。不仅能吃，还能利用自愈天赋抗住能量反噬，这才是真正的战争机器。防御工事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掠夺现在才开始。巨龙领地掉到了第4，林峰那个蠢货居然跌到了第8。夜幕降临，万族蛰伏，这两个家伙却在这个时间点疯狂冲榜，看来是觉醒了亡灵或暗夜系的特殊兵种。黑夜对别人是死局，对他们却是自助餐。木材我有的是，但石料，这唯一的短板卡住了我扩建兵营的咽喉。只有升级到高级村庄，兵营上限才能增加到4个，那时才是真正的爆兵时刻。不能等明天了。既然你们敢在夜里拿命搏前者，我坐拥100万不死军团，难道还怕这区区黑夜？连接主意识，共享视野。这触感不是木头，也不是泥土。找到了！石材资源地就在10公里外的迷雾深处，有东西在那儿守着。2只高阶野怪的气息，好得很。既然撞上了，那就看看谁的牙口更硬。全军听令，立刻建立前哨站，给我把那块地围起来。既然找到了，那就验验货。硬度超标了，2阶工蚁的咬合力拿它没办法。这不仅是石材，是天然的堡垒材料，若是用来升级城墙，防御力至少翻倍。牙口不好，那就换一副好牙口来。工蚁负责搬运，开采这种粗活得让行军蚁那群暴徒来干。守矿的家伙还没睡，这威压至少是4阶，甚至5阶。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明天一早，我会带着军队来教你什么叫强制的拆迁。这就是资源的差距。你们在为了几块腐肉拼命，我却在用优秀级石材堆砌属性。恭喜，领主等阶提升至2阶，2阶达成。哪怕没有石料升级兵营，单靠领主属性，我也能碾压那群废物。那个所谓的垃圾兵种领地，靠着数量那种低级手段混进前10，简直是榜单的耻辱。让我看看我回归前5的。亡灵天灾，他怎么可能冲这么快？这不可能，他也是2阶，一个玩蚂蚁的，凭什么跟我同步升级？
我也升了2阶，排名却反而掉了2名，连那个躲在阴沟里的匿名老鼠都踩在我头上，你也配？你也配？你也配排在我前面？天亮，等我找到食材，我要把你的蚂蚁一只只踩碎！除了手铐的那只，还有一股气息。2只，而且不是同类，一股是原本手铐的怪物，另一股是入侵者。一山不容2虎，这可比我强攻要省事多了。开战了，这么快？不好，战场在扩大，那个方向正对着我的防线缺口。这不是简陋，这是海啸。一旦防线被冲垮，我的领地就是下一个目标。终于回来了，莫非？13万单位，升级高级村庄只需要1万，这甚至够我再造2座分基地。辛苦了，我的士兵们！既然满载而归，那就该享受战利品了。全军听令，目标生命之泉，自由痛饮。不仅是恢复体力，更是全员进化。这涨幅比杀怪还要快，这就是数量的暴力美学。2座泉水消耗了不到1/4，却换来了3000多点能量值。这波暴涨，足够让那些所谓的精英领主仰望了。既然硬件跟上了，那就让我看看我在这个世界的排位究竟到了哪里。第4名，连那个不可置疑式的巨龙领地都被我挤下去。冰封若是这一步，我怕连那块尖肉都咽不下去了。排名只是虚的，真正的差距在于兵种质。5000，古龙，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拥有者吗？哪怕我数量再多，面对会飞的5阶单位，根本没法打。数量优势在绝对的等阶压制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我必须尽快搞出能对空的或者远程攻击的高阶兵种。不管那2只怪物谁赢谁输，那片石矿我都要定了。只有拿下石矿，升级兵营，解锁更高阶的蚁族基因，我才有资格和这头古龙站在同一个牌桌上。亡灵天灾是吧？等着，我的蚁族大军很快就会进化出让你头疼的东西。全员听令，释放迷雾。启动领主系统侦查模式。这浓度，连领主系统的侦查都能屏蔽，这可不仅仅是视觉遮断。在迷雾里，敌人是瞎子，而我的蚁群依靠触角和费力上通讯，依然能精准猎杀。这哪里是辅助兵种，这分明是单向透明的战场作弊器。变阵，迷雾之蚁居中，
不死行军以2亿包抄，1阶炮灰外围游走。今天的目标是石矿，但挡在路上的活物一个不留，全军出飞，碾碎他们。上帝视角开启。太慢了，后排跟上，不要浪费任何点生武器。这就是数量的暴力，在绝对的基数面前，个体的勇武毫无意义。2阶生物的皮毛太厚，攻击眼球和排泄口。宁愿躲进酸液池，也不敢面对蚁群。不对，他是在寻求庇护。这味道比腐蚀还冲，酸液腐蚀性极强，正面强攻，我的蚁群会被融得渣都不剩。迷雾之蚁出列，2应铺开，制造视觉遮断，把整个泥潭围起来。围3缺1，给猎物留一条看似安全的逃生路，其实是通往地狱的捷径。很好，这就叫黄金走廊。把动静闹大点，不要让那股血腥味飘进泥潭最底层。贪婪是野怪的原罪，这的血食，对于那些藏在淤泥里的东西来说，就是致命诱惑。把尸体堆在走廊尽头，那是最好的诱饵胎。饵料已下，接下来就看鱼儿饿不饿了。稳住！谁敢动，我先杀了谁。终于肯露头了吗？好强的警惕性，只要他再往前10厘米，就会进入包围圈的死角。贪婪吧，愤怒吧，然后踏入我的地狱。进圈了，关门。行军蚁，碾碎他们！第2梯队散开，迷雾之蚁，喷土干扰。左应7组，切断核心，别让它炸。在我的棋盘上，没有对子，只有完胜。吃吧，这是你们进化的盛宴。远程酸水压制，近战巨液撕裂，这才是完美的杀戮机器。
不对劲，镇元在地下1000米，快退！4阶，不，这是变异种领主怪。全军散开，不死蚁军团顶上去！大块头，你的对手不是我。果然，大家都在冲击，木材紧缺，价格飙升，石材反而跌了。看来拥有采石能力的领主变多了。本来还想花钱买，既然自家后院就有矿，哼，何必当冤大头？所有空闲工蚁携带采集工具，目标正东向，全速前进。200万大军过境，我看谁敢拦路？这就是虫群天灾。声波攻击只是威慑，他在护食。全军听令，无视伤亡，全速吞噬尸体。来了，系统的判定生效了。现在换我们进攻了，抗性提升60%，继承不死蚁自愈天赋，新增器官酸液毒囊，射程5米。原本是想靠数量堆死它，现在看来可以零损耗封城了。有些账得加倍算回去。第一梯队齐射！能察觉到我的窥视，这支首领的智商不低。打不过就吃队友献祭，这怪物的设定越界了。想玩人海战术，你也配？第4、第5军团切断退路，第6至第10军团2翼包抄。既然上来了，就别想再回去。精锐部队斩首行动开始。
抗性虽然生效，但伤亡依然很大。不过够了，打断他，攻击眼球。战斗结束，全歼酸液泥怪群获得巨额能量点，距离三阶领主只差临门一脚了。公蚁军团进驻，把这里每一粒有价值的沙子都给我搬回去。这是领主挑战令，冲着我来的。刚吃饱饭就有送外卖的上门，这世道还真是贴心。别浪费，眼球和核心是最补的，优先吞噬。一只首领就给了12000，再加上那10万只小鬼，林峰，既然你想玩猎杀游戏，那我就先升个级，给你个惊喜。系统升级领主等阶。恭喜，晋升3阶领主。还没完，继续升4阶。这就是4阶的力量，感觉一拳能打爆一头牛。感知力至少提升了10倍，林峰才刚突破3阶，而我已经4阶了。等阶压制，现在我才是那个高阶的存在。那边有什么东西不对劲？这路况怎么感觉比泥潭还要压抑？停下，别动！那是一根根正在极其缓慢蠕动的半透明的倒刺血管。这不是植物，这是伪装成植物的捕食者群落，食人电海。怪不得这附近的野兽都绝迹了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是通往石矿的唯一通道，想吃我的兵，哪怕你是植物，也得看牙口够不够硬。辛苦了，我的军团。虽然消耗巨大，但换来的是一支全胜状态的不死军团。刚才的酸液泥怪只是开胃菜，我们的要升级需要更坚硬的基石。目标正北方食菜资源地，不管那里有什么，全部搬空，全军出发，务必在天黑前带回足够升级的食料。曾经看见一只野鸡都要绕道走，现在我也成了这片森林的灾厄。这就是量变引起的质变，在绝对的数量面前，低阶的技巧就是个笑话。全军降速，先锋部队汇报情况。这里太安静了，连只苍蝇都没有。领主大人，这里的路标乱了。乱了？蚁族留下的气味标记能维持3天，怎么会乱？
标记位移了。全体后撤，这是陷阱，快撤！混蛋，他们一直在等大部队进来。往陷阱，快走！44破不开，太硬了。该死，这不仅是捕食，这是虐杀！是我大意了，以为有些小聪明，就敢轻视这个世界的原住民。吃了我的，不仅要吐出来，还要把命留下。全军听令，目标正前方峡谷。那是你们同伴的埋骨地，就在刚才，2万个兄弟被当成肥料消化了。我不接受投降，不需要俘虏。只要是绿色的，不管是花是叶，还是埋在地里的根，全都给我吃光！想拿我当猎物，那就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捕食者。杀，一个不留！别停下，根须、叶片，甚至这些骨头里的骨髓，我全都要。42万能量点，这一仗没白打。原来如此，吞噬了捕食者的特长，转化为了控制技能。行军已负责撕裂，酸液已负责腐蚀。现在有了你们，猎物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休整结束，目标正前方石山，全速前进。不对劲，发现了什么？花岗岩的硬度极高，普通野兽根本无法再大规模挖掘。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资源守护者。所有单位注意，这不是开采作业，是攻坚战。这山里藏着的东西，数量恐怕不比我们少。
后撤，离开岩壁。既然都在家，那就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。10分钟，30单位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想凑齐升级高级村庄的1万10连，恐怕要挖到下个月。行军蚁的颚钳是用来撕裂血肉的，对付这种末世硬度的花岗岩，还是太勉强了。既然这里的主人能在石头上打洞，那他们挖出来的废料去哪了？全员停止啃咬，这块硬骨头我们不啃了。所有军团听令，化整为零。目标是那些废弃石洞，只要是碎落的花岗蓝石块，统统给我搬回来。在这个世界，不仅要靠蛮力，更要学会吃剩饭。找到了。第3、第4军团，立刻建立搬运线，动作要快。这才是该有的效率。等等，有些不对劲。散开，全部后撤！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既然吃了我的石头，那就拿你的命来抵债吧。果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，全身上下都是石头做的。1、2阶的不死蚁上去只是送死，连他的防都破不了，还会阻碍精英部队的输出空间。所有1阶、2阶不死蚁立刻向两侧散开，不要挡路。速度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太好使。粘液蚁，封锁他的行动。酸液蚁，定点清除，目标腹部鳞片。防御破了。行军蚁军团，给我吃空它！这就是兵种邪毒的力量。
在这个世界，单一的强大毫无意义。这是不好！高频共审，所有单位散！想同归于尽，做梦！行军仪，放弃撕咬，全力顶住他的下颚，别让他把嘴闭上。就是现在，他没劲，杀！终于出来了，自带音波武器的矿工。很好，有了你们，这座石山就是我的私人金库。全体实施仪，目标正前方岩壁，音波共振，开弓！之前的开采速度像是在用勺子挖井，现在简直是用挖掘机在产钱。10000单位石材，升级终极村庄的最后一块短板补齐了。在这个世界，资源就是命。有了这批石头，我的领地将建成一座攻不破的堡垒。这雾起得太邪门了，不像是自然天气。世界公告：玩家林冰触发隐藏职业。林冰，龙血战士，看来开挂的不止我一个。4阶龙血战士，单体战力绝对碾压我的任何单一兵种，但我有100万蚁群。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所有人全速前进，哪怕是爬，也要在天黑前把这批石头运回去。有人在我的领地门口，而且很强。体型大有什么用？在我眼里，全是破绽。年役已，坐标修正，预判落点，封锁4肢。还没完。酸液乙，腹部软肋，最大功率输出。
甲破了，行军椅，这顿自助餐开动！想开大招，晚了。别管那些肉，全军向上，咬碎他的发声孔！这就是等阶压制的代价，数量也是一种质量。战损比还是太高了，不思议挂了3万多颗。调整阵型，所有酸液已撤到后排，不思议组成环形盾墙，必须把法师保护好。位置逃命。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，这数量捅了马蜂窝了。全军散开，钻地，快！跑！这满山的石头还没搬完，你能跑去哪？力度不错，比我们要快多了。不思议，进场搬运。别停，继续叫，行军椅，给他上点强度。这就是吞噬进化后的新形态。吞噬200只行军蚁，才出1只食尸蚁，这概率低得可怜。不是数量问题，是质量。吃得多不如吃得好。以后猎杀高阶野怪，核心血肉只分配给即将突破的3阶兵种，其余残渣再给底层蚁族。这就是精兵策略。只要有1只突破上限，整个冰阳的基因锁就会被打开。终于，跨越阶级的资本攒够了。这雾气比前2天更浓了。按照现在的资源增速，如果不升级，3天内资源就会溢出。但如果升级，马蹄声，还有铁器的撞击声。这片新手森林里怎么会有成建制的骑兵？是敌袭！全体停止作业，所有4阶食尸蚁列阵迎敌。视觉被封锁了，但这正是我们要的掩护。所有4阶食尸蚁听令，释放信息素，加固嗅觉导航。这种程度的障眼法，也就只能困住那些依靠眼睛的可怜虫。加速前进，这3万单位的花岗岩1颗都不能少带回去。
哀鸿遍野啊！哼，种族优势，在这个世界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资源。当你们还在为损失几个1阶洞种哭爹喊娘的时候，我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。等这批石头入库，领地升级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就不是鸿沟，而是次元。不对劲，空气里的味道变了。全军止步，防御阵型。光属性魔法，这种偏远的新手区怎么会有法师部队？这种配置是林芳的精锐。石石乙结墙，不死乙把石槽卸下，别管物资了。为了林峰大人的荣耀，冲锋！好得很，既然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想活着回去。